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亮相 Gucci 花艺快闪，渐变挂脖配牛仔却意外甜酷翻车，甜酷少女感上透全场，那种刚进门就被春天拎起来的感觉，懂的人都懂。线下快闪活动里，墨绿展柜压着一屋子花香的颜色。彩色花卉壁画把光线切得软软的，镜头一转，整个人像从花海里走出来。挂脖短上衣把肩颈线条交代得干干净净，浅蓝牛仔裤又把甜味往清爽方向拽。白色尖头系带单鞋干脆利落，白色马鞍包像收尾的一笔。说白了，看到这一套穿搭的瞬间，人先被安抚住，再被惊艳到。问题也跟着来了，为什么同样是甜妹，有的人一站到镜头前就容易显得腻，有的人却能做到甜而不黏，甚至还能带一点酷？只靠滤镜吗？只靠脸吗？我觉得答案藏在更细的地方，配色、版型，以及它把甜和利落分开来拿捏的顺序。你会发现，这套造型不靠夸张的元素取胜，它更像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。花艺快闪这种场景本来就讲究氛围感，偏偏它用最日常的基础单品把氛围接住了，还把节奏抓得很准。先说配色，薄荷绿往樱花粉走的渐变，像春天的呼吸，不是那种一眼冲到头皮的糖果色，而是带水汽的柔和。上身选的是渐变马卡龙挂脖短款上衣，缎面材质在灯光下有轻微反光，视线会自然停在胸前到锁骨的那一段。更关键的是，暗纹老花没有抢主角，它像小声说话的陪衬，只在靠近时才显出来。很多人穿缎面会翻车，容易显得厚重或用力过猛，但这套用短款把重心往上提，把视觉的重量分散出去。你看它的扭结挂脖设计，扭结位置让挂脖不至于松垮，肩颈线就更显细。后背蝴蝶结藏得巧，正面是干净利落，背面是小情绪，那种我不需要全盘展示自己的克制感，反而让人愿意多看两眼。再看版型逻辑，短款上衣的作用不只是显比例，它还在情绪上做了一个小动作，把整个人从可爱拉到轻盈。如果上衣长度到胯附近，整套就很容易变得软塌；短一些，腰线就会更干净，腿部线条也被重新排版。说的直白点，衣服在讲故事，讲的是我在走路，我在往前，不是我在被摆拍。生活里你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，越是需要出门见人，越要用版型把自己撑起来。夏装用浅蓝色直筒牛仔裤，这个选择挺聪明。浅蓝不是那种冷到发硬的色，它更接近水洗后的温度，柔和百搭，跟薄荷绿和樱花粉不会打架。直筒加一点宽松的裤型，腿部的线条被放过，看起来就不会紧绷带来紧张感。上衣的缎面会让人容易觉得甜，裤子的水洗质感又把甜味压回正常生活的温度。你会发现这套穿搭不是靠堆料取胜，它把柔和硬的比例掐得很细。上半身偏精致，面料更软，下半身偏随意，版型更随性。酷从哪里来？酷从我不怕简约来，甜也从我愿意细看来。脚下的白色尖头系带单鞋更像是点睛，尖头会让脚背线条更利落，系带又让整体看起来轻，不会把画面变成厚鞋配薄裙的那种违和感。手提白色马鞍包就更生活化了，不是大红大紫的存在感，而是干净的收束。马鞍包的弧度和短上衣的长度形成呼应，视觉上更容易把人框在一个舒服的轮廓里。你看这些单品都在说同一句话，我不跟你争抢，我把气质递过去。然后是现场，复古花卉元素不是背景板，它会把人的状态放大。墨绿展柜一靠近，就容易显得人肤色更亮，
繁花印花地毯让脚步落下去也带着节奏。满墙彩色花卉壁画把色彩铺成一张网，谁站上去都逃不过它的调色。很多人在这种环境里会被环境裹走，衣服颜色会显得不够出挑。可他偏偏做到了一个平衡，身上颜色清爽，不会被壁画抢走主导。又因为上衣的渐变和背后蝴蝶结带有小亮点，所以在花墙里不会消失。他切换多组镜头时，端庄和灵动并不冲突。端庄来自姿态的收放，灵动来自衣服的线条带来的轻快感。卷发蓬松，眉眼清甜，笑起来元气满分，那种不是硬凹出来的开心，而是从状态里长出来的松弛感，会让人觉得它和花的关系不是摆设，是融入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把话题拽回更现实的层面。穿搭这件事，表面是衣服，底层是判断力。为什么这套能被很多人拿来当春夏参考？因为它给出了一套可复制的思路，用清爽配色做情绪基底，用合适版型拉出比例，用材质和线条做轻重安排。真正难的不是甜，而是把甜做得有边界，把酷做得不冷硬。很多人只学了颜色，没学会秩序，结果穿上去就容易变成一锅混着糖浆的杂烩。颜色甜到发黏，版型又不够利落，整个人就被衣服牵着走。如果你想把这种思路放进日常，我建议看3件事。第一，上衣选短还是长？短款不是为了显瘦那么简单，它让腰线有一个明确的落点。第二，材质选缎还是棉？缎面适合做氛围，但你要给它配一个能把光拉回去的元素，比如牛仔水洗，比如更干净的夏装。第三，配饰要收口。白色包和简约鞋都是收口用的，它们让整套不至于散。说白了，漂亮不是堆出来的，是收出来的。那元气甜妹到底怎么做到甜而不腻，酷而不冷？我更愿意用一句古典的话来贴近这种感觉。诗里常说清水出芙蓉，不是让你变成清汤寡水，而是强调干净、自然，不用力过度。花艺快闪这种场景本就容易让人做戏，但它用简洁的色块、轻盈的版型把戏收住了。背后的蝴蝶结像是小小的心事，不抢正面，但会在你不经意时打动你。这样的设计语言很像人际相处，大方要有，保留也要有。你看，甜酷的反差并不需要用夸张来证明，它只要把该出现的出现，该收的收做到位，就会显得有分寸。当然，娱乐圈的关注点也不止在衣服，线下活动的热度常常会把大众的审美训练成一种习惯，看到谁穿的清爽，状态在线，就觉得那个人对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会把对简化成一种标签。可标签帮你省事，审美却不该只靠省事。真正值得学的是这种审美背后的逻辑，选对颜色，先把情绪安稳，再把版型立起来，让你走路时自己是主角，最后用细节给气质加温。要不怎么会让人觉得她像天才女友的范本？不是因为天生会穿，而是因为她把穿搭当成表达方式来做，表达出来的就是一种让人舒服的秩序。花会谢，镜头会换，但审美的判断不会跟着散。你在日常里也会遇到类似的选择题，要不要走甜？要不要加酷？怎么不让自己变得用力过头？答案不在买更多，而在做更清楚的取舍。甜酷这条路，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，别让自己乱掉。你把线条、配色和比例捋直，春天就会自然跟上。